大家好，这一周由超美超甜超可爱的凹酱给大家带来本周全球军事新闻。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俄乌战争的最新进展。当地时间8月9日下午，克里米亚的萨基空军基地发生了神秘大爆炸，立即就引发了媒体的各种猜测。是谁干的？俄方损失有多大？根据俄军方人士透露，事故的主要原因是俄军违反了消防规则，引爆了库存弹药，航空设备没有发生损坏，弹药库也未受到火灾影响，具体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此后，克里米亚行政长官阿克谢诺夫表示，半岛西岸新费奥多罗夫卡机场发生的爆炸导致了14人受伤，1人死亡，所有的伤亡者皆为平民。不过，俄方的说法并没有被各国的媒体认同，因为事后传出了很多爆炸后的照片，都表明俄军有大量的军事设备与战机毁于这场大爆炸。有当地人说，爆炸共持续了1个小时，因此受灾面积绝对不小。后来也有一些空军基地内的视频传出，视频中停机坪几乎全毁，多辆苏24战机被烧成骨架，还有多辆汽车也被烧成废铁。而根据卫星图像显示，俄罗斯用来支持军事行动的空军基地和飞机都明显遭到了广泛的破坏，所以俄方的说辞并不是实际情况。那么此次俄军占领的机场究竟是因为什么发生爆炸呢？据不可靠消息记录，事后一位不具名乌克兰军方官员曾告诉《纽约时报》，此次事件虽然没有乌军高层证实，但是他相信这是乌克兰部队发动的攻击，因为俄国飞机经常从这个空军基地，我们高层早就想要打击这个基地了。虽然乌方这一说辞有助于士气的增长，不过却带来一个疑问，乌克兰是怎么打击到这个空军基地的？要知道，萨基空军基地距离乌军控制的前线地区至少有200公里，就目前已知的乌军所获得武器，似乎都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以美国援助乌克兰的16套 M142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系统，它们与英国提供的3套 M270多管火箭是同类的发射器，两者都可以发射各种227毫米火箭，但是美国只向乌克兰提供了未公开数量的 M31火箭，射程约70公里，而乌克兰自己的原点杠 U 短程弹道导弹最新型号的最大射程为120公里，还是没有达到200公里的范围。至于美国提供的 M-777 轻量化榴弹炮，那就更不可能了，它的标准弹射程只有24公里，即便换成 M982 神剑增程导引炮弹，也只能把射程延长到40公里。还有一种可能是美国和丹麦提供的鱼叉反舰导弹，虽然这是一种反舰导弹，但也具备陆上攻击的潜力，射程可达到100公里。如果乌军采用空射，射程明显可以更大，但是攻射的难度很高，同时乌军也不太可能装备可挂载鱼叉导弹的战机，所以究竟乌军使用了什么武器还真不好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俄方不会指责是乌克兰方面进行了此次袭击，因为如果他们这么说了，将证明俄罗斯防空系统真的非常差劲儿，对于远程打击根本没有招架之力。目前根据俄方的最新消息，他们已经按照刑事案件对爆炸进行调查。以凹酱的看法，这次发生爆炸的可能有2种，一是乌军的游击队策划实施了此次袭击，二是俄方内部的管理出现了问题，个别人的玩忽职守导致了这场爆炸。但无论如何，一个重要的空军基地发生如此大的爆炸，对于俄罗斯来说都不是一个好消息。除此之外，还有一则信息值得注意。据有关媒体8月8日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宣称，由于美国不考虑当前俄乌局势的情况，对俄进行单方面的制裁，解除俄方人员对美国领土相关设施进行核查的权利。为此，俄方决定暂时从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设施核查机制中退出。如果美国可以将俄进行核查的权利归还，那么俄方将撤回这个决定。可能有朋友不知道这个条约是干嘛的，凹酱简单的说一下哈。在2010年，美俄双方为了防止两国进行新一轮的军备竞赛，双方达成一致，签署了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对两国所部署的核武器进行了约束。条约规定，两国部署的洲际导弹不能超过700枚，核弹头则不能超过1550枚。此外，条约还对发射核弹头的载具数量以及潜射弹道导弹数量进行了限制。
2021年2月，两国进行协商，双方都同意将该条约的有效日期延长。所以客观来讲，此次俄方宣布退出条约，并不是故意针对美国，因为此前为了确保双方能够遵守条约，美俄都会派遣人员相互核查对方的相关设施。但是因为俄乌战争的爆发，两国的关系越来越恶劣，美国也发起了对俄的单方面制裁，禁止俄方人员对美国相关设施进行核查。而对于这一举动，俄方心里自然是不平衡，所以才有了俄方宣布退出条约。而之所以俄方表示只要美国归还核查权利，还会撤回这个决定，是因为如今俄乌战争还未结束，多个国家对俄实施了制裁。在这种情况下，俄也没有和美国搞军备竞赛的经历。其次就是表明立场，因为发动核战争后根本就没有赢家。需要承认的是，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美俄的关系就日益紧张，似乎任何一件事情都能够影响全球局势的稳定。接下来咱们来看亚洲板块。当地时间8月10日，环球日报披露了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根据印度国防研究所转述，印度空军前元帅阿普鲁拉哈宣称，俄印两军正在就从俄罗斯购买图160型战略轰炸机展开接触，并且接触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果，谈判可能要进入最后阶段。而印度打算购买6架图160的同时，还准备购买一大批配套的高精数战术导弹。这个消息一出，敖酱就吃了一惊，毕竟图160是什么东西啊？这可是妥妥的战略大杀器，武器携带量多，除了可以携带常规炸弹、巡航导弹，还能携带多种型号的核航弹和核巡航导弹。也就是说，只要印度空军能够拿到图160型战略轰炸机，就必然会在一定的程度上改变目前的南亚平衡。同时，如果印度能够完成核航空炸弹和图160的整合，再加上印度已下水的歼敌者号导弹潜艇，陆基成功试射了烈火5型远程弹道导弹后，这就意味着印度完成了3位一体的战略核威慑，这对于印度来说是前所未有的战略进步。不过图160卖给印度，到底是不是真的还两说呢？因为按照印度方面的一贯作风，会习惯性的把1分钱的事情说成是1块钱，而完全没谱的事情到了印度也就成了谈的差不多了。就按照拉哈元帅自己的话，目前俄印两国正在就此事展开初步接触。那么既然是初步接触，怎么下面的画风就突然变成谈的差不多了呢？这中间几乎没有任何的转折和过渡，让人根本摸不着头脑。所以唯一的解释，这一次印度大概率又在夸大其词，可能只是向俄罗斯方面发函询问了这事儿行不行，然后就被单方面的演绎成了谈的差不多。而另一方面，即便印度想买，同时俄罗斯也想卖，俄方能不能拿出图160的成品也是个问题。目前俄罗斯空天军只有一个单位装备有图160M2，总数就20来架。虽然俄方经过多年的努力已经搞定了复产工作，但基本上每2年才能复产出1架宝贵的图160出来，所以印度想要购买并没有那么容易。再加上俄方复产缓慢，或多或少还有不少问题没有解决，产能那是相当有限的。如果印度非要从俄方宝贵的产能里横插一腿，问俄罗斯要图160M2，耽误俄方自己装备图160不说，即便是真心想要帮印度的忙，印度也没有那么容易得到。当然了，这点时间对于一个项目经常拖上5、6、7、8年的印度来说也无所谓。而下面这则信息还是与印俄有关。根据8月8日报道，印度新的布拉莫斯2型高超音速导弹可能采用俄罗斯锆10高超音速导弹所使用的技术。虽然印度面临北约的要求，与俄罗斯保持距离的压力，但印俄双方的这一进展却表示他们已经进入了十分深入的防务合作。据了解，印度的布拉莫斯2超音速导弹是印度国防研究组织和俄罗斯机械制造科学生产联合公司共同研制，属于布拉莫斯1型的后续型号。目前印俄已经完成新型导弹的基本设计，预计首次武器试验将在5到6年之后。值得一提的是，印度的这款新型高超5并不会用于出口，毕竟印度曾在2016年加入 MTCR 导弹技术控制制度，而这项制度则意味着印度研发的射程超过300公里、重量超过500公斤的导弹都不能向第三国出售这种武器。
尽管北约各国因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和今年入侵乌克兰对其工业实施了严厉制裁，但根据目前印度公开的信息来看，这些惩罚措施并没有影响布拉莫斯2型导弹项目的发展。也就是说，如果印度新型高超武器项目顺利研制，这就表明俄罗斯还是有一些底牌来维持国防工业的。在2021年发表于美国的《全球事务》杂志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俄罗斯凭借开放和大方的武器出口政策，让印度盯着不放，导致他们的部分武器都深受苏制、俄制装备影响，尤其是在高超声速武器研发方面。而印度也意识到可能带来的战略后果，毕竟目前印度60%的军事装备都进口自俄罗斯，所以印度正在开发与布拉莫斯2型导弹类似的项目，例如印度自主研发的高超声速验证机就独立于印俄双方合作研发的导弹之外。同时他们还建造了12个高超声速风洞，用于实现高超武方面的研发。最后我们把目光移向美洲板块，这则消息就比较劲爆了。当地时间8月8日 FBI 突查特朗普的海湖庄园，搜寻文件材料，撬开了他的保险箱，带走10多个箱子。那么让 FBI 寻找的资料到底有多机密呢？据知情人士透露，寻找的物品之一包括与核武器有关的机密文件。由于目前的调查还在进行中，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也未提供更多的细节，所以 FBI 从特朗普庄园中带走的这些信息是否涉及美国或其他国家的武器还不能确定，因为目前并没有任何消息说明这些文件有没有在搜寻过程中被找到。而如果这是真的，则表明被特朗普非法放在海湖庄园的材料可能已经被归为最高机密级别。目前特朗普宣称这些文件都已经被解密，但美国司法部和 FBI 却对此事拒绝评价。不过此次事件其实今年早些时候就已经发生过一次了，只不过当时负责取回文件的并不是 FBI， 而是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据了解，当时他们从特朗普的庄园取回了15箱包含机密信息的文件，其中包括前总统写给继任者的信件，以及特朗普在职期间与其他国家领导人的信件等等。而 FBI 在8月8号的突袭则是基于一名线人的消息，据称这个能够确定特朗普隐藏了哪些机密文件，甚至连放在哪儿都知道。尽管此次 FBI 低调行事，趁特朗普不在庄园时搜查，但还是引起了一定的关注。于是美国司法部长加兰德曾在8月11日表示，司法部已经外界公开了申请搜查令，并声明此次涉及重大的公共利益。那么如果真的私藏涉密文件，特朗普还能重返白宫吗？答案大概是不行了，因为根据美国法典，若故意和非法的隐藏、移除、损毁、涂抹、伪造或者销毁相关的政府文件，将面临罚款或最高3年的监禁，或两者兼而有之，还会丧失担任公职的资格。这意味着特朗普肯定会被取消2024年再次竞选的资格。好了，本期军事新闻分享到这里就结束啦。喜欢本频道的朋友们可以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我们下期再见吧。